一個20多年沒有出現過的父親，老了，病了，沒有錢了，回過頭來向子女要撫養費，子女到底有沒有辦法不用養？這支影片就是在講這件事，這不是網絡上的傳言。台灣今年已經有多起被媒體報道出來的案例，其中一件，這位父親長期沒有盡到責任，偶爾回家也只是為了拿錢，後來整個人失聯20多年，等到自己病倒了，回頭向3名子女請求撫養費，法院認定情節重大，判決免除子女的撫養義務。另外一件，這位父親沉迷賭博，欠了一身債，離婚以後跟子女失聯20多年，到了晚年不但沒有覺得虧欠，反而指控子女遺棄他，法院一樣裁定子女免除撫養義務。法院拿來認定的就是民法第1118條之一。如果你家裡也有這麼一位長輩，或者你身邊的朋友正在碰到，接下來這幾件事你會弄清楚。第1118條之一到底寫了哪3種情形？情節重大這4個字，法院實際上怎麼認？減輕跟免除差在哪裡？為什麼多數案子其實只判減輕？你現在就可以先整理哪些證據？還有法院免除以後，社會局的安置費用為什麼還是會找上門？先講一個很多人一開始就會犯的錯，當這件事第一次找上門，不管是一通電話還是一份公文，多數人的第一個反應是不要理他就好了，不理事情不會消失，戶籍上那條血親的線還在，公文就會照着那條線寄到你家，程序也会照着時間往前走。你不表示意見，不代表你沒有義務，只代表法院跟主管機關聽不到你這一邊的事實，而且時間是站在對面的。你拖得越久，銀行能調到的記錄越少，當年看着你們長大的鄰居越老，還講得出話的人越少。20幾年前的事情本來就難證明，再放幾年只會更難。但是我先把話講在前面，法律有給你一條路，這是真的。可是那條路不是自動開的，不是你覺得委屈就走得过去的，它有门檻，有條件，要證據，而且大部分的人走到一半，只走到半路，走不到底。所以這支影片，我不是要跟你講一個爽快的故事，我是要跟你講清楚這條路長什麼樣子，路上有哪幾道關卡，哪一段是你自己現在就可以先準備的。我們從那條法條開始講，在講那條規定之前，我先把一個更基本的概念講清楚，因為很多人是在這裡就搞錯了。什麼叫做撫養義務？撫養義務不是道德上的孝順，孝順是心意，法律管不到。撫養義務是法律上的責任，講的是很具體的一件事，就是當一個人沒有辦法維持自己的生活的時候，法律指定某些人要出錢出力讓他活得下去，而且在法律上子女是很前面的一順位，所以在很多案子裡面，社會局第一個找上的常常就是子女。這一點你要先有心理準備，不是因為你比較倒霉，也不是因為承辦人特別針對你，而是因為戶籍上那條線還在，公文自然就寄到你家。你就算幾十年沒有跟對方往來，你就算連他長什麼樣子都想不起來了，那條線在資料上還是連着的。我講白一點，你會接到那通電話，收到那份公文，往往不是因為誰認為你應該養，而是因為承辦人手上的資料就是這樣寫的。所以你不需要在第一時間就覺得自己被指控了什麼，那只是一個開始的动作，後面要怎麼認定是另外一回事。還有一個重點，撫養不等於一定要住在一起，一定要親自照顧。多數情況下，它最後會變成一個很現實的東西，就是每個月要出多少錢。這一點很多人不知道，還以為只要我不把他接回家住就沒事。不是的，錢的部分才是主戰場。好，基礎講完了，現在來看那條規定。很多人這輩子沒有翻過六法全書，沒關係，這一條我用白話講給你聽。我們國家的民法裡面有一條叫做第1118條之一，這個編號聽起來很拗口，你不用記，你只要記住他在處理什麼事情就好。他處理的是這一句話：什麼時候做子女的可以不用養父母？在這條規定出現以前，法律的態度很簡單，也很硬，父母對子女有撫養義務，子女對父母也有撫養義務，這是雙向的，對等的。至於你們家過去發生過什麼事，法律基本上不太理。後來立法者發現這樣不對，有些父母根本沒有盡過一天當爸爸媽媽的責任，甚至還傷害過小孩，等到自己老了病了，再回頭用法律要求小孩負擔，這對小孩來說太不公平，所以就多了這一條。這條規定講的是3種情形。第一種，受撫養的那一方，也就是老的那一方，
對負擔撫養義務的人做過故意虐待的行為。白話講就是他曾經故意對你施暴，故意傷害你。第二種是重大侮辱，這不是指普通的口角，不是指他罵你2句難聽的話，是指那種程度已經很嚴重，已經傷到人格尊嚴的言語羞辱。第三種是其他在身體上或者精神上的不法侵害行為，這一項比較寬，是用來涵蓋前面2項沒有辦法完全包住的狀況。除了這3種以外，還有非常關鍵的一種，就是沒有正當理由，沒有盡到撫養義務。注意這幾個字，沒有正當理由。什麼叫做有正當理由？比如說他當年重病臥床，他自己也是貧病交加，他被關在裡面出不來，這些狀況下他沒有辦法養小孩，那是有原因的，法律會斟酌。可是如果他身體好好的，有工作能力，有收入，就是不拿錢回家，就是不管小孩死活，那就是没有正当理由。但是還沒完，條文後面還有4個字，情節重大。這4個字是整條規定裡面最重、最難、最多人卡住的地方。不是他沒有給生活費就叫做情節重大，不是他小時候對你比較凶就叫做情節重大。法院要看的是整件事情累積起来嚴重到什麼程度，時間有多長，他有沒有能力卻故意不做，他缺席的那段期間你家裡是誰在撐，有沒有造成實際的傷害。滿足了這些，法條說法院得減輕或者免除其撫養義務。再注意2個字，得。得不是應該，得的意思是法院可以這樣做，但不是非這樣做不可。決定權在法官手上，要看整個案子的具體情況。所以你听到這裡應該已經感覺到了，這條規定不是一張免死金牌，它比較像是一扇門，門開在那裡，但是門後面站着一位法官，你要自己走過去，把你的人生攤開來給他看。接下來講今年被報道出來的那幾件，我要先說明我的立场，我不會講當事人是誰，不會講判決字號，也不會講是哪一個法院，這些都不是重點，而且對當事人也不公平。我只講媒體報道出來的大家都看得到的情節。還有法院在意的是什麼？今年上半年有一件被報道出來的案子，情節是這樣的，這位父親長期沒有盡到做父親的責任，他不是完全消失，他偶爾會回家，可是他回家不是為了看小孩，是為了拿錢，拿完就走，後來連拿錢都不回来了，人整個失联，一失聯就是20多年。20多年是什麼概念？一個小孩從國小念到大學畢業，當兵，出社會，結婚，生小孩，整段人生的長度他一次都沒有出現。然後他病倒了，躺下来以後，他向3個子女提出請求，要子女負擔他的撫養費。法院最後怎麼看？法院認定這樣的情形已經構成情節重大，判決免除子女的撫養義務。今年年中又有一件被報道出來，這一位父親的情況不太一樣，但是骨架很像。他沉迷賭博，欠了一屁股債，婚也離了。離婚以後跟子女完全失联，一樣是20幾年。有意思的是，後面這一段到了晚年，他不但沒有覺得虧欠，反而回過頭來指控子女遺棄他。法院裁定子女免除撫養義務。我把這2件放在一起講，你會發現法院真正在看的東西其實是幾個很具體的點。第一，缺席的時間夠不夠長，20幾年，這個長度本身就說明了很多事。第二，他當年有沒有能力，有能力賺錢卻拿去賭，拿去自己花，跟真的沒有能力是完全不同的2件事。第三，他出現的時候是為了什麼？只回家拿錢，這種情節在法院眼裡特別刺眼，因為這代表他知道有這個家，也知道回家的路，他只是選擇不承擔。第四，另一方是怎麼撐過來的？通常這種案子裡面都有一位母親或者一位阿嬤，一個人做2份工，把小孩拉拔大。查證的時候還可以看到其他幾則同一類型的報道。所以我不會說今年只判了2件，我會說今年已經有多起被媒體報道出來的案例，方向是一致的。但是我必須把最重要的一句話講在這裡，每一個案子的事實都不一樣。你聽到別人家被免除了，不代表你家一定會被免除，差一點點的事實，結果可能完全不同。如果你自己就在這個處境裡面，一定要去找律師談，或者去找法律扶助基金會諮詢。我在這裡講的是通則，不是在給你個案的法律意見。好，接下來這一段是全部裡面最重要的，減輕跟免除中間那條線。前面說過，
法條寫的是得減輕或者免除，這是2個不同的結果，中間差很多。減輕是什麼意思？減輕的意思是你的義務還在，只是變少了，法院會依照他的實際需要、你的經濟能力，還有你們之間發生過的事情，把你要負擔的金額往下調。可能原本按照一般標準要出的錢，法院打個折，但是你還是要出，這個關係還在。以後如果他的狀況改變，你的收入改變，還可能再重新計算。免除是什麼意思？免除的意思是這個義務對你來說沒有了，你不用出。聽起來当然免除比較好，可是我要老實告訴你一件事，在實務上，判減輕的案子比判全部免除的案子多很多。為什麼？因為免除等於是法律把一段血緣關係在撫養這件事情上完全切斷，這是很重的決定。法官下這個決定的時候會非常謹慎，他必須確認這件事情已經嚴重到再要求你負擔任何一塊錢都違背一般人的良心。所以那條線在哪裡？我用比較白話的方式幫你抓一下感覺。如果情況是他当年給的錢不夠，給的斷斷續續，他偶爾還是有出現，有打過電話，逢年過節還會回來吃個飯，那麼即使你心裡很不舒服，法院多半會認為關係還在，只是他做得不好，這種比較可能走到減輕。如果情況是長達10-20年完全失聯，有能力卻完全不聞不問，家裡出大事他也沒有出現，甚至還回來要錢，還留下債務給你們扛，那才比较接近法院認定情節重大的那個程度。我用一個大家比較有感觉的方式來說明減輕的分量。假設按照一般的標準算下來，一個月要負擔的金額是幾千塊，這裡我只是舉例，實際金額每個案子都不同，是法院依照生活水準跟雙方狀況去算的。如果只判減輕，打了折以後，可能還是要出一部分，一個月幾千塊，聽起來好像不多，但是你把它乘以12個月，再乘以10年、15年，那個數字就很嚇人了。對一位已經退休，只靠勞保年金過日子的長輩來說，那可能等於每個月的年金要先切掉一塊出去。對還在工作、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來說，那可能等於一個孩子的補習費，或者2-3趟大采買的菜錢，每個月固定飛走。而且這件事不會只有1年，它會跟着你一路跟到對方過世為止。所以減輕跟免除的差別不是面子問題，是實實在在幾十萬上百萬的差別。我知道有人聽到這裡會覺得不服氣，你會想，我心裡受的傷難道不算嗎？我完全理解那個感覺，可是法院處理的不是感受，是事實跟證據。你的委屈是真的，但是委屈本身沒有辦法變成裁定書上的一行字，要能夠變成那一行字，得靠後面我要講的東西。順便補一件事，這幾年也有人在討論，能不能反過來，讓那些真正付出很多、照顧父母到最後一刻的子女，在遺產上得到多一點肯定。相關的修法方向確實有在研議，聽說是想在民法裡面增訂一個關於特別貢獻的規定，但是我要講清楚，這件事目前還在研議的階段，並沒有完成立法程序，所以現在還不能拿來用，也不能當成計劃的一部分。接下來這一段你可以直接拿筆記下來，法院看的是證據，不是委屈。我看過太多人是在收到法院通知以後才開始慌了以後才發现20年前的事情現在什麼都拿不出來。所以如果你隱約覺得未來有一天可能會遇到這件事，那麼有幾樣東西你現在就可以先整理。第一樣，時間軸，拿一張紙或者開一個記事本，把你記得的事情按照年份寫下來。哪一年他離開家，哪一年他最後一次出現，他出現是為了什麼，哪一年你媽媽生病，哪一年家裡辦喪事他沒有來，哪一年你結婚他沒有出席。不用寫得很文学，越平實越好，因為這份東西的目的是幫你自己把記憶固定下來，也幫將來的律師快速看懂你家的故事。第二樣，金流，這一項是最有利的，因為金流不會說謊。你可以去調存摺的往來記錄，看看這幾十年來有沒有任何一筆錢是從他那裡進來的。同樣重要的是反過來，有沒有你們匯錢給他的記錄。如果家裡當年是母親一個人在撐，那母親的薪資轉賬記錄、家保記錄、繳學費的收據、繳房租的單據都是有用的東西。這些單據拼起來就是一句話，這個家是誰在養。我知道有人會說，那麼久以前的東西早就丟了，沒關係，有多少算多少。
銀行的記錄能調多久就調多久，勞保的加保資料也可以申請。有時候光是一份長長的投保記錄就能證明母親當年是在做什麼樣的工作，賺什麼樣的錢。第三樣，聯絡記錄，有沒有他傳過的訊息，有沒有你打過去打不通的記錄，有沒有寄出去被退回來的信件或掛號，有沒有你們曾經找過他避不見面的過程。失聯這件事情聽起來是一個空白，可是空白也是可以被證明的。你找過找不到，這個找過的動作本身就是證據。第四樣，人證，不是只有家裡人可以作證，老鄰居可以，當年一起工作的同事可以，國小的老師可以，村里長也可以。這些人講的話比你自己講的話更有分量，因為他們沒有立場。你可以先把名單列出來，把還聯絡得上的人記下來，人年紀都大了，這件事情越早做越好。第五樣，也是很多人忽略的一樣，你自己的狀況，法院在決定是要減輕還是免除的時候，也會看你現在的處境，你自己的收入多少，有沒有負債，有沒有小孩要養，身體怎麼樣，有沒有在洗腎，有沒有在照顧另一位長輩，這些都要講清楚，而且要有資料。我還要提醒2件很多人會踩到的地雷。第一個地雷是心軟的那一次匯款，有的人在接到電話以後，因為不忍心，先匯了一筆錢過去，想說就這一次，結果對方就拿着這筆匯款去說，你看他還是有在撫養我，關係並沒有斷。我不是說匯了錢就一定完蛋，法院會看整體，但是這確實會讓你的主張變得比較難講。所以在還沒有想清楚之前，先不要急着給錢，也不要在通讯軟體上答應任何金額。第二個地雷是把話說得太滿，有些人一開口就是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可是等到對方拿出某一年的照片，某一場喪禮的簽名簿，你前面說的話就全部被打折。在這種事情上，誠實比漂亮重要，有見過就說有見過，見過一次就說一次，你要的是可信，不是完美。好，現在假設事情很順利，法院真的裁定免除了你的撫養義務。我要告訴你一件很多人不知道的事，事情還沒有結束，因為撫養義務被免除，跟社會局的費用追討是2條不同的線。我把这件事情拆開來講，當一位老人家沒有人照顧，住進安置機構，或者由政府先幫他安排住處和照顧，這筆錢是政府先墊的，政府墊了以後，依照相關的規定，會回過頭來向有撫養義務的親屬請求返還。問題來了，法院免除的是你依照民法對他的撫養義務，可是社會局那條線走的是另外一套依據，所以在實務上，就算你手上已經有法院的裁定，社會局那邊還是可能寄公文來，要你負擔安置期間的費用，這是很常見的狀況。你不要以為是他們搞錯了，也不要以為是自己被欺負，你要做的是另外一件事，你要在那條線上另外主張一次。意思是說，你要把法院已經免除撫養義務的裁定正式提出來給主管機關，主張你不應該負擔這筆費用。必要的時候，這件事情本身也可能要走一次程序。我為什麼要特別講這一段？因為我看過有人贏了法院那一關，開心了1個月，結果收到公文的時候整個人崩潰，以為前面白做了。不是白做，前面那一步是必要的，只是不是唯一的一步。所以如果你走到這裡，記得一件事，文件要留好，裁定書留好，確定證明書留好，這些東西以後每一關都要用。還有一件事，也要先有心理準備，安置這件事往往不是一次就結束的。一位長輩住進機構，可能一住就是好幾年，費用是按月累積的。也就是說，那條線不是只有一封公文，而是可能會一直來。所以你不能用鴕鳥的方式處理，公文收到不拆不回放着是最糟的做法，因為程序會照走，時間過了你就失去表達意見的機會。正確的做法是收到就看，看不懂就拿去問，可以問社會局的承辦，可以問醫院或機構的社工，也可以直接問律師。每一份公文上面通常都會寫清楚，如果你有不同意見，可以在多少天之內提出，那個天數就是你的時間，過了就沒了。講到這裡，我想換一個角度，我們一直在講子女怎麼保護自己，可是我也想講一句公道話，如果一位老人家真的走到没有人管的地步，難道就只能死路一條嗎？不是的，我們的社會安全網本來就不是只靠子女撐着。第一條路是社會救助，
如果老人家本身沒有收入、沒有財產，可以依照規定申請生活扶助，這是政府對經濟弱勢的基本照顧。第二條路是長照，如果他失能、行動不便，需要人照顧，可以申請長照的評估，評估過了以後，居家服務、送餐、喘息服務、輔具，甚至機構式的照顧都在裡面。第三條路是安置，真的到了完全沒有辦法自理，又沒有人可以照顧的程度，社會局會協助安排安置。第四條路是醫療，重大傷病的相關減免，醫院的社工室都可以介入協助。醫院的社工其實是很多人忽略的一個窗口，他們每天在處理的就是這種沒有人接手的個案，路比一般人熟。我還要講一個大家常有的誤會，很多人以為只要子女還在世，政府就一定不會管，實際上沒有那麼絕對。主管機關在評估的時候，會看老人家實際的處境，也會看親屬實際的能力跟關係狀況，有法院裁定在手上，有具體事證可以說明長期失聯，這些都是可以拿出來講的材料。所以不要一開始就自己認定沒救了，該問的還是要去問。我把這幾條講出來，不是要你去幫他辦，我是要讓你知道一件事，當你決定不承擔的時候，你不是把一個人推到懸崖邊，這個社會有別的手可以接。這件事很重要，因為它關係到你晚上睡不睡得着。我遇過很多做子女的，理智上知道自己沒有錯，可是情感上還是会有罪惡感。那個罪惡感往往來自一個想象，就是我如果不管，他会不會死在路邊？答案是有制度在，你可以把這件事交給該處理的單位處理，而不是硬扛在自己身上。最後一段講家裡有兄弟姊妹的情況，這一段很現實，但是一定要講。很多人以為只要哥哥去申請判下來了，全家就都沒事了，不是这樣。撫養義務是每一個人各自的，哥哥是哥哥的，妹妹是妹妹的，法院處理的是申請人跟對方之間的關係，誰去申請，誰的義務被討論，沒有去的那一個，他的義務原則上還在那裡，所以會發生一種很尷尬的情形，3個兄弟姊妹，2個去申請免除了，剩下1個沒有去，結果對方回過頭來只找那一個，那一個人要一個人扛全部。這種事情我聽過不止一次，所以如果你家裡不止一個小孩，有幾件事最好一開始就講開。第一，大家的立場是不是一致？有沒有人心軟？有沒有人想私下處理？有沒有人已經偷偷在給錢？這些都要攤開來講，因為只要有人在給錢，對方就會拿這件事去說，你看他們還是有在撫養我。第二，證據是共用的，時間軸、匯款記錄、鄰居的名單，這些東西整理一次，大家都可以用，與其各弄各的，不如一起整理。第三，如果有人不想申請，也要尊重，有的人就是過不了自己那一關，那是他的選擇，但是要讓他知道，他可能會變成唯一被找上的那一個，他要有心理準備。第四，找律師的時候，一開始就要問清楚，是要一起處理還是分別處理，費用怎麼算，這件事情早問比事後吵架好。第五，如果家裡的經濟狀況不寬裕，記得法律扶助基金會這個名字，它就是為了讓沒有錢請律師的人也能打官司而存在的，符合條件的話可以申請律師協助，不要因為怕花錢就什麼都不做，那才是真的虧最大。我知道兄弟姊妹坐下來談這件事，氣氛不會好，20幾年沒有處理的傷口，一攤開來就是吵架。可是我還是要說，這一架早點吵，比等到公文寄到某一個人家裡，其他人假裝沒看到要好太多了。講到最後，我想留一個今天晚上就做得到的動作給你。要不要走這條路？這種事情沒有標準答案，決定權在你自己手上。但是有一件事，很多走過這一段的人都說很有用，先不要回答任何人，也不要先答應任何金額，拿一本筆記本，坐下來，從你記得的最早那一年開始寫起，寫個幾個晚上，慢慢寫，寫完以后你多半會發現，那20幾年不再是一團模糊的委屈，而是一件一件可以講清楚的事。我想這大概就是這整件事最實在的地方。法律不會替你把過去的空白補起來，他做不到，也不該做。他能做的，只是在你把那段空白攤開來，講清楚，拿得出證明的時候，替你說一句話，這一段不用你來扛。如果你正在這個處境裡，記住3句話就好。第一句，時間拖不得，記錄要現在整理。第二句，
減輕跟免除是兩回事，不要先高興。第三句，一定要去找律師或者法律扶助基金會，把你家的事實講給懂的人聽。至於那些沒有走過這一段的人，可能永遠不會明白，為什麼有人接到父親的電話，第一個反應不是難過，是發抖。沒關係，法律已經替這種發抖留了一扇門，門不大，門檻也不低，但是它確確實實開在那裡。